国防部25号发布消息，中国人民解放军火箭军当天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成功发射一发洲际弹道导弹。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大校26号表示，组织洲际弹道导弹发射试验是为了检验武器装备性能和部队训练水平，是例行性军事训练活动，完全合法合理。中国的核政策具有高度的稳定性、延续性和可预测性。我们始终恪守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核政策，坚定奉行自卫防御核战略，不搞军备竞赛，明确承诺不对无核武器国家和无核武器地区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坚持将自身核力量维持在国家安全需要的最低水平。9月25号8点44分，中国人民解放军火箭军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成功发射一发携载训练模拟弹头的洲际弹道导弹，准确落入预定海域。此次导弹发射有效检验武器装备性能和部队训练水平，达到了预期目的。中方提前向有关国家做了通报。此次导弹发射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和目标。26号，中国人民解放军新闻传播中心官方账号中国军号发布了此次导弹发射的4张现场照片。导弹试射应该说是一个非常正常的事情了，只是说有的时候试射可能我们没有把它爆出来，那这一次如果说有什么看点的话呢，除了说咱们公开了发射的信息之外，还有就是我们这一次是从陆地向公海上发射，那之前呢我们其实都是陆地对陆地，如果说这个距离满足不了射程需要的话呢，就得进行高弹道的这个飞行，但是这次呢距离比较远，所以我们可以走正常的弹道，所以这次发射应该说和导弹的实战状态是最接近的。解放军新闻传播中心旗下的评论类新媒体账号军政评25号发表评论称，洲际导弹作为大国重器，向来只听闻其名不见其真容，发射洲际导弹的消息由解放军主动发布，如此开诚布公的态度彰显了中国军队的高度自信和透明。这份自信的底气来自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日积跬步的实力增长，来自于一支和平正义之师的使命与承诺，更来自于人民对这支军队的信任和热爱。历史已经并将继续证明，一支强大的中国军队是践行全球安全倡议、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服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坚定力量。国防部呢发布了这个消息，我想我们可以从2个层面来看吧。一个呢就是中国的军事透明度越来越高了，再一个呢就是在当前复杂的国际局势之下，在中国面临着非常复杂的国家安全挑战的背景之下，一次成功的洲际导弹试射，其实也是让外界能够看到中国的核威慑力是可靠可信的。近期，两岸经贸交流活动热络。9月以来，一系列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富有成效的两岸经贸交流活动陆续展开。来辽宁出席2024辽台经贸交流合作周的中国国民党副主席连胜文表示，愿继续推动两岸各方面交流合作。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宋涛25号在辽宁沈阳会见中国国民党副主席连胜文一行。宋涛表示，我们将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台工作重要讲话精神和中共20届3中全会精神，始终以台湾同胞福祉为念，率先同台湾同胞分享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机遇，共享祖国大陆发展进步成果，持续完善促进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制度和政策，深化两岸融合发展，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愿同中国国民党在坚持9·2共识、反对台独共同政治基础上，持续推动两岸交流合作，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为台海谋和平，为同胞谋福祉，为国家谋统一，为民族谋复兴。连胜文表示，中国国民党将基于9·2共识、反对台独的共同政治基础，继续推动两岸各方面交流合作，维护台海和平稳定，为两岸人民创造更多福祉，为两岸关系良性发展尽最大努力，复兴中华民族。宋涛主任与连胜文的这次见面，实际上他们讲的这些话都有几个共同的点，也反映了就是两岸的最大的利益在哪里。
我想也让我们广大民众就是下一步怎么样推动两岸关系，能够看到一个方向。连胜文此行是来辽宁沈阳出席2024辽台经贸交流合作周活动的。在开幕式上，连胜文更是坦言自己是辽宁及沈阳的子弟。公开资料显示，连胜文的祖母赵兰坤是沈阳人。连胜文表示，两岸同胞同属中华民族，是一家人。中国国民党将基于9·2共识反对台独的共同政治基础，继续推动两岸各方面交流合作。今年以来，连胜文连续率团来大陆参访交流。今年6月在厦门举行的第16届海峡论坛上，连胜文致辞时就强调，大多数台湾人希望跟大陆和平相处，两岸人民都是中华民族的一份子。8月，连胜文来深圳出席活动，并接受了深圳卫视记者的专访。谈及两岸交流合作，连胜文表示，台湾民众普遍希望两岸和平、互惠互利。他此行就是为了两岸多数人的福祉和未来，积极诚恳地推动和发展两岸关系。中国国民党，我们对两岸交流一直都很用心哈。我们如果可以把大家这个有限的精力都集中在真的对你我都好的事情上，这样的做法其实才是遏制台独最有效的方式。据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25号的介绍，包括辽台经贸交流合作周在内，有关部门和地方在9月举办了一系列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富有成效的两岸经贸交流活动。广大台商台企踊跃参与，充分展现了对中国式现代化前景的看好和参与两岸交流合作的热情。与此同时，应金门县民意代表参访团请求，大陆已恢复福建居民赴金门旅游。朱凤莲介绍，上周大陆采线团抵达金门，展开了3天的旅游考察，为大陆居民赴金门旅游打下了良好基础。随后，在9月22号，大陆居民赴金门旅游首发团经小三通抵达金门，受到金门县政府和民众的热烈欢迎，为两岸旅游交流合作再添新叶。25号，再有27名大陆居民赴金门开展个人游。深圳卫视注意到，今年4月，中国国民党政策会执行长傅昆萁率领10多名岛内民意代表访京时，文旅部就已经宣布，将率先恢复福建居民到马祖旅游，并在平潭到台湾的海上客运直航复航后，恢复福建居民赴台团队旅游。当时岛内观光业者就表示，希望台当局抓紧机会，重新恢复两岸旅游观光。据了解呢，目前已经有不少的大陆居民申请了赴马祖的旅游签注。那11假期临近，相信呢会迎来一波赴马祖的旅游高峰。我们相信赴金门的大陆游客会越来越多，也希望他们在金门能够有良好的旅行体验，也希望台湾当局真正从两岸民众的福祉出发，确保两岸旅游交流合作顺利进行。这就是我们以我为主，我们发挥主动权、主导权，推进两岸关系发展，推进两岸深度融合的一个重要的举措。这个自由行尽管是一个政策举措，但是它的这个意义非常的深远，就是重新打开了一个缺口，让两岸融合发展的这个光明展现出来了。秉持两岸一家亲的理念，大陆推出一系列的惠台政策，帮助台湾农产品开拓大陆市场，让台湾农渔民从中获得了实实在在的好处。然而，台湾地区单方面对大陆产品出口采取即时性的禁止、限制等措施，严重阻碍两岸经贸合作，损害的是两岸同胞利益福祉。近日，大陆宣布取消对台34项农产品零关税政策的消息受到各方关注。朱凤莲在回应相关问题时强调，是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立场，升高两岸敌意对抗，阻碍两岸交流合作。事实上，停止零关税责任完全在赖当局不断谋独挑衅，导致两岸关系紧张。外界注意到，赖清德日前出席民进党活动时再次妄称两岸互不隶属，并放话要继续加强防务力量。对此，朱凤莲痛批赖清德的言论再次暴露出其顽固坚持台独立场、实施台独分裂、不断进行挑衅对抗的恶劣本性。台湾是中国的台湾，台湾的前途在于国家统一，只能由包括2300万台湾同胞在内的14亿多中国人民共同决定。赖清德和民进党当局持续进行谋独挑衅，鼓吹依外谋独、以武谋独，置台湾民众与台独引战的险境，严重背离历史大势，必遭失败。